你看你这个的肩胛骨，这个肩下来在这边，稍微偏外一点嘛，啊，所以可能有运动的，比方你的运动是属于单边的，你是单边的运动，打网球啊、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一类的，所以你的惯用手的肩胛骨会往，行吗？可以吗？你行吗？肩胛骨可以啊？肩胛骨可以。不是，你有那个感觉吗？因为你从肾下去会有一种感觉，里面很舒服的感觉的，能做到吗？可以哈，可以做到你就多做，把它沉在那边，你把它沉在那边去动看，你怎么动，沉住它不要变，沉住那个腰不要变。你前进、后退、转圈，你做任何动作，你沉住它来做，看看。啊，行吗？可以吗？有体会？行吗？好，有体会吗？可以。老师，你教我们往下伸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你这样做的时候腰还蛮平的。对啊。但是很多人生病的时候这里会拱起来。对。所以我们这里每次都要平。那就是没有下去啊。它是用腰的力嘛，它不是用那个我讲那个肩胛骨以下的那个力。下是放掉的下，还是说不是把它往下拿？你要把它往下带。你肩胛骨，你翻过来，你肩胛骨从这个地方哈，你看哈，你的肩胛骨挺往外的哈。你肩胛骨很往外哎。啊，不好。不是好不好，是你有的。啊，你看这个肩胛骨往下走，肩胛骨往下，这是腰那个筋嘛，力嘛，是不是？你看你现在有一点往前了，是不是？所以你这个肩胛骨这个力量就不会往下到肾，因为它歪掉了。你看你肩胛骨在这边，可是你的腰在这边，他们有一个深度的差距了。有体会吗？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你要让他们在一条线上面，他们要在一条，你看，你的肩胛骨要直接给力量给他，不要往后，不要往后，是往下直接给他，然后把它往下带，它不是只是往下沉，你要给他一点力量，那个力量是往下的。听不懂？因为它是浮，我讲过嘛，它是浮跟沉嘛，就好像一个木板在水面上面，或者一个水袋在有一半在水下，有一半在水上，它是一个浮沉的动作，你要它稳定，是不是上面给它一个力量，不要它浮嘛？因为水有什么力量？水有往上的力量啊，它本身就有一个往上浮的力，我们只要在上面给它稳定住，不要它浮上来就好了，不是把它往下拉，听不懂？是上面给它一个力量稳定，不要让它浮动就好了。所以你们在练要体会到，你刚才那个你没有做到。你看，你这肩胛骨下来，你必须是下来它是直接到肾的上端到那边去的。而你如果这个样子的，你看我这个样子的话，我的肩胛骨下来，我这样的话，我下来，我如果腰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肩胛骨下来它没有到腰啊，能看出来吗？我的肩胛骨靠后，我的腰靠前，能看出来吧？所以，当我的肩胛骨往下，你看哈，我如果由肾往下，我在这个姿态上面肾往下的时候，我的身体会怎样？我的身体会这样走嘛？我的身体会这样走嘛？它不会这样走嘛？它不会这样走。我这样的时候，我肾那个地方是正的。能看出来吧？如果肾是往后的，我是往后，我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当我循着肾那个力量走的时候，它变成什么？它变成往这走了，它变成往这走了。能看出来吧？所以你要保持肾那个地方的位置是很正的，那个地方要很正啊。所以你要练出那个感觉来。当我们往下一沉的时候，那边你看那边就那边就正的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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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的。听不懂所以这个要你自己去很仔细的去体会哦。它真正在那边你站弓步或者什么步，你肾浮跟肾一沉，它是什么体会？你的力量是怎么走的？一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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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到了，位置到了就对了。位置到就对了，它就不会这个样子，也不会这个样子了，听不懂？是从这样子到我只做把肾立起来往下沉，是这样子。听不懂？你看，我从这个，从这个到这个，含基步也是，我往前一沉的时候，我先做什么？我先做这个，先做这个。往下一蹲，沉，这个，看不到这个力量，整个就正了你们试试看，有没有懂？不太确定。操控可能没有那么好操控，要你的腰肌必须很松，否则你会用腰肌去做，用腰肌做就不会对，因为你掌握不到那个往下的那个方向老师要练多久才能感受到肾脏的位置？有体会的话，瞬间就感受到。也就是说，你先知道你的肾的位置在哪？在肋骨的下缘。在肋骨的下缘嘛，是不是这样？好，它很大嘛，它是大概一个拳头大嘛，是不是？它有上端有下端嘛，你要去找上端。它的上端大概就是在横膈膜的下面。所以我们用一开始用肩胛骨来找它，用肩胛骨的那个肩来找。像我刚才说，像你的肩胛骨你看它的肩胛骨有点朝外，可能运动的关系，你的肩胛骨在这里，所以它的肩胛骨的下端，你看就跑到这边来了，就不在这里。这样不懂？那你这边的肩胛骨呢，就稍微靠中央一点，这个肩胛骨就稍微靠外，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肩胛骨的这个肩下来就在这边。哦，所以你两个肩胛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听不懂？所以这种情况下用肩胛骨去找就不准，你就要体会哪边，你就要体会这里，你要体会这里，你要沉下去是从这边往下沉，从这个往下沉，不是往前，是往下，往下去接这里，这个往下，听不懂？啊，一般人的肩胛骨，我看看，他这个肩胛骨跟你一样，也有一点偏外，但是还好，这个就在这边，在这里有没有？你看你这个的肩胛骨，这个肩下来在这边，稍微偏外一点嘛，啊，所以可能有运动的，比方。你的运动是属于单边的，你是单边的运动，打网球啊、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一类的，所以你的惯用手的肩胛骨会往外去多一点，没错，是吧？对。所以你这样子用肩胛骨，你要刻意把肩胛骨收进来，往脊椎靠。你看，你往脊椎靠，它就回来了嘛，回来收，往脊椎收。回来的位置为准，下来。所以你们我不是叫你们先练让那个肩胛骨会动，肩胛骨会往脊椎收拢，不是往后，是平的往脊椎收拢，就让肩胛骨回来变平的。当它回来变平的，这个肩下去就是肾的上方，就是这里。听不懂？所以你不能用你的习惯位置，你要用肩胛骨来找，一定要让肩胛骨先回来，肩胛骨先回来，然后用这个肩来找才对，这样就对了。有体会吗？你看哈，这个点哈，肾上面这个点啊，这个地方，我慢慢帮你按摩，你会不会觉得它很舒服？现在我要大力一点。你有那么顽固吗？这样子嘛，有没有？有。对，这个地方你如果沉下去了，那个感觉跟别人帮你这个点按摩是一样的。了解。听不懂？懂。老师。不好意思，师兄，我可以特别不懂。肩胛骨好像一个三角形，是不是？对。有时间我们可以往内跟往下，它是平的这样。对。它也可以转过去这样的。我们是转过去。平的。OK。平的才让那个肩往下嘛。OK。它的这个肩，它的肩在这边。有一点看往内。它的肩对，所以它现在你要收，你看。往脊椎收，而不是往后。往脊椎收的时候，这个肩就跟身体是平的了。这个时候，它的位置才对。老师，我最近有在练那个叶子老师的猿猴式超慢跑，然后在这个摆动当中，我就发觉我这个右边跑久的时候会麻了，这边会。就是说右半边是一个不对称的状况。对。老师刚刚的判断完全一致。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小时候用力比较多，打网球啊。是吗？是。你大概跑多久会发现？我已经跑1个月了。不是，你单次连续跑多久？没有，我现在一跑就知道这边比较不顺。这样子。就试着把它拉开。对。把它拉开。